普现法师呢，他呢自称他叫做三僧，可是呢跑遍了半个地球了，到了巴西啦，到了阿根廷啦，这边弘法见世，这也是呢非常不可思议。欢迎收听菩提麻瓜。那本次的主题是普现法师。那普现法师呢，他是1943年出生在花莲吉安，曾经担任苗栗狮头山圆光寺的住持。他在1987年的时候曾经荣获这个阿根廷布宜诺斯大学颁布的荣誉博士学位，可见是位这个读书人，知识非常高深的感觉。他曾经在南美洲那边南美弘法3年，他也曾经是巴西中观寺的开山祖师，同时也是狮头山圆光寺的住持嘛，还有台南龙瑛禅寺的开山住持、开山长老这样。那普现法师呢，也是之前我们节目有出现过的道正法师，他的那叫什么剃度师父这样。好，那林老师跟普现法师是怎么认识的呢？普现法师呢大我1岁，1岁，所以我呢大学毕业以后，我在各个大专院校呢也在上课，那么参加到处了去参加很多的大专的夏令营。这中间呢，我就跟普现法师呢有好几次呢同台，同样的参加那个梯次的，在很多地方，但是呢没有深交，只有点头，点头之交这样子。一直到呢有一次他呢来弘法寺，在开正法师那边。那我们以前讲过了，我每个礼拜呢最少有2次会到弘法寺去找开正法师呢喝茶啦，或是下棋了。在那边呢，我就跟法师呢就又碰面了，而且呢有了深谈，谈得非常的愉快啊。那么呢突然间呢，师父就问我说：那林老师你现在在哪里了？我说呢，我都在学校上课。他说：那你都是骑脚踏车、摩托车？我说我开车。他说：你开车啊？他就说了，那你开什么车？我说我开那个 Toyota 比较老旧一点呢。我就跟他讲说，我想呢，换一部了。有那一部呢，我是跟我那个表妹买的，那人家已经开了20多年了，那是我的第一部车。我正想换。那师父一听到我说我想换车呢，他呢眼睛一亮啊，非常高兴。他说：那卖给我。为什么师父会这样讲呢？这里面呢要稍微补充说明一下。师父去接那个圆光寺啊，狮头山，新竹那狮头山的圆光寺，你要上到他的那个佛寺，你要爬1700级的阶梯，慢慢这样一步一步上去。每天要煮的菜啦，有没有？还有那些呢，这个米啦、柴啦，那时候都是烧柴火的，都要呢走1700步，要修。所以师父呢，他就怎么样？真的，他是非常有魄力的，他就呢从那个山下，从那边呢，真的呢去给他呢辟建了一条路，直通他的圆光寺。这样的魄力不简单呐！他已经刚刚呢建造完不久。所以他就想说呢，要买一部车子来呢，怎么样买菜用？了解。那么他就说呢，那他就问我，他说：那林老师你要卖多少钱？我说呢，随便你开个价，我就卖。他说5万块，你要不要卖？我说卖啊。当然那人的时候不止呢5万块了，那师父嘛说好卖，就卖给你啊。就呢2个人说定了嘛，说就5万块。我以为说当场就拿钱就写一写给他不就完了？原来师父他说我不会开车，他不会开车，然后说怎么办呢？他说你载我回狮头山。哎呀，我的天哪！这从高雄呢开到那个边来回啊，超过10个钟头啊。苗栗啊，在苗栗，新竹苗栗。哇，那我说好吧，我就真正的在车上了。聊得非常的愉快，他就告诉我呢，他呢以前去这个高中呢读书了，还有他为什么去出家的这很多因缘呢，这一路上一直谈，到了快到那个山下的时候，想到了
总可以拿钱了啊。结果呢，他说你等我一下，他那个山底下呢有一家那个汽车的那种呢，等于修理行了。他的徒弟开的，他就说等一下他就进去了。进来他的徒弟就说来看一看以后，那么师徒2个人又到房间里面了，到屋子里面去走，我那时候就知道说不妙了，一定呢，这事情一定有变化，要不然的话，为什么要去找他的徒弟呢？一定是找他的徒弟来估计一下，对不对？来估一下看呢，好不好嘛，对不对？那如果说很顺利的话，干嘛要在里面叽叽咕咕的，好像有什么秘密不敢让我知道呢？果不其然的，师父走出来以后，他讲说：“林老师，非常不好意思，我徒弟说呢，你这部车我那是2000cc 的，太大了，我那个路呢很小可能呢开不上去也不一定这样子说呢，非常抱歉。我说没有关系，嘴巴虽然这样讲一路上开回高雄的路上我还是嘀嘀咕咕的呢，嘀咕不停我在白做工来回这样呢跑了，浪费了10个钟头，回到高雄呢，我已经呢是晚上12点了。这是我跟那个普现法师可以说是非常的这个特殊的这样子。我呢没有埋怨那个普现法师我常想呢，我们在家人为师父做一点事应该的了。那我们也不能强迫他买，也不能讲说呢他呢不守信用，因为他对车确实不了解，他连车子都不会开结果他当场呢就是为了买菜的方便，所以他在高雄就定下来了就是这样子的。这是我跟他呢第一次真正有深谈，第一次深交情这蛮特殊的对叫我毕生难忘的。好那老师你之后还有跟普现法师有来往吗？就这件事之后？是，从那次以后因为他常来高雄来找开老，所以每一次他来的时候呢，他都会问我妈说林老师好吗他知道我妈出家嘛，在弘法寺嘛叫传华，他是传华师林老师最近好吗？那我妈呢就会怎么样，赶快打电话给我，他说普现法师来了，你赶快来吧，我就会上去，那么跟开正法师这3个人在那边喝茶，在那边呢常常呢大概有5、6次了不止了。对，后来的时候呢，常常呢有机会这样呢我不懂的地方还可以向他讨教。我为什么跟这个普现法师呢也有比较有话讲呢？因为我那个时代大概是我30、40岁的那个时候，是台湾的大专的佛学社学佛运动、学佛的风气最盛的时候。那个时候到处全台湾各地呢都有在举办佛学营，寒暑假每一个大学都有佛学社，当然汇聚了这个汇聚社了周宣德啦，他们呢功不可没了，来提倡了。那么呢，当时呢，在这个全省各地呢，为大专的学佛青年呢奉献心力的师父非常多了，像弘运法师啦，像那个传道法师啦，像明光法师啦，像那个一日法师啦，慧明法师啦，慧开法师啦，还有呢那个净耀法师，这些呢都是当时的站在第一线为这个当时大专佛学的这样的一种呢推广也好，复兴也好了的这样的一种呢不能说推波助澜推波助澜比较不好的，就是能够助上了一臂之力的对吧？大家呢都站在那个呢最前线的。而净耀法师呢也是我所欣赏的，会讲得清楚，讲得非常的呢明白，条理分明，口齿清晰里面的一位了，所以呢自然就会走在一起。普现法师他不是有到南美去弘法吗？是，普现法师呢他有到阿根廷，还有到那个巴西，而且他有在那边建那个所谓的中观寺，而且他还得了那个阿根廷的这个布宜诺这个大学的荣誉博士的这样的一个荣誉。那么呢普现法师他呢可能语言有天才，
他呢会用西班牙文、用英文来讲解呢这个佛法。这个就比我高了，因为曾经呢有师父啊，像弘法师的天冲法师就邀请我到呢印度呢去用英文去演讲，而我就不敢。演讲简单啦，因为我可以背啊。但是人家发问的时候，你就要漏气了，因为他讲的那么快呢，你这听不懂，你没有马上呢能够转会意过来就不行了。我题外话问一下，那个时候没有翻译吗？如果要翻译的话又麻烦了。他就是说呢，你一定精通英文，对不对？才会邀请你去。我说呢，那我带个翻译的去，那就麻烦了。不过呢，我呢在这里也讲了。我比普现师父啊早到那个阿根廷跟那个巴拉圭啊早去4年。如果了我慢4年才去，或是师父呢早4年就到了阿根廷去弘法，我有可能就留在阿根廷跟巴西了。对，老师，因为我那时候跟义儒到了亚松森，亚松森就是巴拉圭。那个时候我去的时候，巴拉圭没有佛寺，也没有佛堂。我那时候跟义主也想说，要在那边建一所那个佛堂啊，就是租一个店面一样的东西，变成基督教的教堂一样。每个礼拜天，因为那边有很多学佛人，那边华人很多。对对对，那时候去巴拉圭的，现在也很多啊。为什么那边那么华人那么多？不知道怎么讲，取得他们的居留权比较容易比如说你只要5000块美金。一切就 OK 了。了解。那个时候，那么呢，就是呢，在时间上没有错合。如果时间上有刚好，他早4年，或是我慢4年，刚好呢，在阿根廷，在那个亚松森在那个巴西，我们就会呢在一起，我就可以跟呢师父合作，我当他的徒弟，当他的助手，一起在那边弘法利生了。那么除了这个以外，我再补充一下，我不是呢到那个美国纽约的庄严寺4次吗？对不对？原来普现法师呢，他比我早4年，他就到那个纽约的这个美国佛教会去呢怎么样去筹办那个夏令营了。去在那边呢，他呢还帮了很多的忙，所以这在时间上呢又没有呢搭配的很好，因为他早4年去。后来呢，我去的那4年的时候呢，他没有去，所以我们2个又没有碰头了，就是这样子，是错开这错开了。好，老师，那你有听过普现法师讲佛法吗？有，因为后来在几次大家同时参加了大专暑期的或是寒假的学佛营，他常常有时候是上一节他，下一节是我。那么呢，他讲佛法我讲过了，跟我讲的很像。可能我自己这样太不自量力了。我是说呢，他呢用比较幽默的，用比较现代的，对不对？用比较浅白的，就是主要是要让这些大专学生，让他们听得懂佛法，那么进一步能够喜欢佛法，能够来有那个意愿来学佛。这一点我跟普现法师很像。不过这里呢，我想起来了，普现法师那时候呢，他就讲这个阿含经，我那时候心里面呢就有点不以为然。为什么？因为我从小所受到的佛学的教育都是认为说阿含经是小乘的佛法，我们要呢学菩萨就要学大乘的佛法，不要做那种呢小乘的，那比较没有出息。哎呦，真的，甚至有时候骂小乘的学佛人叫做焦芽败种，那这非常的刻薄了，非常刻薄了。这么对立的吗？对，当然了，我后来又看了，比如说印顺导师他的这些书以后，还有很多人的提倡像这个庄春江李胜强我有很多的这个好朋友了，他们呢提倡这个阿含经，所以那时候我才慢慢的把我的观念给改变过来。但是呢，如果我早一点的话，我相信我也会改写很多的阿含经的这样的一种呢经文
就是把它变成高中生、大学生呢都能看得懂，而且都喜欢看的这样的著作了。所以我那25本里面呢就没有《阿含经》。好。那老师，你除了那一次开车在普现法师去圆光寺以外，那还有去过圆光寺吗？是，有好几次我路过新竹的时候，我都会上山的去找师父，去跟他聊天、喝茶。那么有时候呢，就这么呢借住一宿，第二天呢才下山这样子。因为我跟他年龄比较相近，不过呢，普现法师呢都好像一个大哥一样的，他认为说的我这是他的小老弟一样的，小老弟，真的，他对我就非常的照顾，这样子。圆光寺也是山中比较清幽的地方嘛。当然了，那个地方呢，就是去那边小住几天呢，哈。我本来就很喜欢呢，到那个佛寺里面呢，去借住几天，因为在里面呢，可以让自己稍微沉淀一下啦，可以呢沉思啊。可以呢，再想想呢，把那个脚步放慢，那么再决定将来自己要走向怎么样的方向。普现法师他曾经有食物中毒过对，因为他误食那些等下我看一下多氯联苯石油中毒，因为这个原因，他就提倡断食。是这个呢，他算是比较运气不好了。因为那种毒油的事件在当时是轰动整个社会的，因为你吃的那种毒油以后影响是终身的，不会好的。对，所以呢，师父他就因为这样，他特别注重养生。你刚刚讲到的，怎么样断食，这他有提倡。不过我呢没有去学，因为我呢2餐不吃我就饿扁了，所以我就也没去学。我记得他还有在提倡这个。达摩呢18式还是什么功打拳嘛？对，他在现在 YouTube 里面都有，他还亲自呢下场这边呢教人家怎么样去摆这些东西的。我相信呢，因为他呢注重养生，又注重这个打拳，所以呢他虽然遭受毒油之害，也能够活到83岁。不过话又说回来，如果他没有吃到那个毒油，他应该现在还能够讲经说法。因为他比我只大1岁嘛，我现在82岁，你看起来呢，你看声音还蛮中气，还蛮十足的，对不对？我相信呢，他呢，因为他以前我看起来他呢，身体比我好。感觉有打拳，应该是身体不错。当然，这是提起往事的，往事不可追了啊。因为在这边呢，因为师父呢，他在4、5年前，这是道正法师跟我讲的。4、5年前的时候，普现法师就跟道正法师讲说，师父想要往生了。那时候道正法师一把眼泪一把鼻涕，他说：“师父，弟子就是在佛法所受的教育还没有完成，师父你不要那么快就走，你应该呢把我呢培养，对不对？让我能够呢独当一面以后你才走。”那师父呢很慈悲，普现法师很慈悲说 ：“OK， 我就等你。”所以就真正的等了4年、5年。那么呢，最近的时候他是这样，他呢那天他听说呢半夜1点多起来洗手间呢，然后就跟徒弟们讲说呢，我要好好的睡一觉了，好好的睡一觉就是安息了，对不对？安息了。我相信呢，普现法师跟我一样，都准备好了。我每天晚上不是这样讲吗？我常常就鼓励学佛的人，你晚上合掌的时候，问自己一句话：晚上就走好不好？晚上就到西方极乐世界去好不好？如果你呢满心欢喜的说 OK， 我愿意。如果这样的话，你念佛的功夫呢就不错了啊。那么呢，我相信普现法师这点也跟我一样。现在有很多人他不喜欢念佛，不喜欢念佛也没有什么罪过了，8万4千门，对不对？你喜欢什么什么，就呢遵照你自己，你喜欢什么就什么时候就走哪一条路。不过他喜欢念佛，跟我喜欢念佛这一点呢，在我个人看起来，非常的难得了。我这里边是不是还可以补充一下呢？有趣的，可以。关于他出家呢，他是因为他们家里呀，姑姑先出家，
妹妹也出家了，所以他那个时候呢，他就可能这对他了出家的因缘又添上一笔啊，又加深了聚合了一些出家的因缘了。所以他后来呢，因缘成熟，他就出家了。他好像是念花莲中学的了。讲到花莲中学，我想他曾经提起过，他高中的时候有一个女生呢，好像很喜欢他。他那时候是坐那个客运车去通学了，去学校了。他说有一个女生常常会为他呢用书包占一个位置给他，让他坐了啊。那么呢，不过呢，他说呢，我从来没有跟他讲过话，师父好像很得意的样子。不过我在想呢，人家呢弄了一个书包在那边也不一定是看上你呀，对不对？帮忙同学，他可能要给他同学做了，因为你先上来，他不好意思在占着位置，他给你了，但是开玩笑了。我相信他讲的一点都不假，因为师父也他长得潇洒，对不对？我在花莲能够念花中呢，也算是一级棒的嘛，对不对啊？好，那老师，你跟普贤法师相处这么久，普贤法师是个怎么样的人啊 ？OK， 他呢算是温和的人，对，因为我没看过他发过脾气，但是呢，他不是慢条斯理的人。什么意思？他就是呢非常积极的。比如说，想到要做什么事情，他可能会马上就会去做的这种呢，有一种有行动派的这样的人呢，就是刚好呢，个性很温和，可是呢，在做事情呢又非常的积极。我认为这样的搭配非常好了。这个普贤法师呢，曾经有一个视频，他们阳光是给他拍的，他呢自称他叫做山僧，住在山里面的和尚呢。山僧呢。三生了但是呢，我常常这样呢，觉得好笑了。好笑不是笑他，就觉得好玩有趣了。说呢，一个喜欢宁静在山中里面静静的打坐参禅的人呢，可是呢，跑遍了半个地球了到了阿根廷这边弘法见识，到了巴西这边弘法见识，这也是呢，让人家呢觉得呢非常不可思议的如果一定要讲，叫做动静一如了，可动又可静这样子。那么他对佛法的贡献呢，我相信呢大家有目共睹了。在这边我想起来一件事情，就是呢普贤法师呢曾经多次的闭关来呢研读中观这些比较深奥的经典我记得佛光山呢他们的报道里面曾经说，有一次他在那个台南的那个山中呢，不知道哪一个山我现在忘掉了，那么呢可能南溪还是怎么样的地方，在那边闭关星云法师刚好呢他经过那个台南那附近特别驱车，就是叫他徒弟呢开车开到他的关房，他闭关的地方去那边给他呢等于给他鼓励，给他加油了还送一点比如说呢矿泉水啦或是面包啦，像这样物资给他呢补充这样子。我觉得说一个出家人值得佛光山的开山祖师星云法师呢特别去给他呢探关这边呢这鼓励对不对？我相信他一定在佛门中有一定的分量好，那差不多录到这里吗？好的，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哦。是，祝福师父在弥陀那边早日学成归来。好，那我们这集就差不多录到这里，我们下集再见，感谢老师，再见，拜拜，拜拜。众生三毒未尽除，心海波涛常激荡，海市浑浊，海浪汹涌，海象多凶险，满天星斗闪烁灿烂，星海黯淡没有光。
越深。